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前阵子刚推出的蔡司 Altus ML 35mm f1.4 这个镜头。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蔡司新推出的50跟85这两颗，那35呢算是补齐了大家最常用的这几颗定焦镜的35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阵子呢使用这个镜头所拍摄的一些画面，以及呢我在使用上面的一些心得。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好，一开始呢，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镜头的规格哦。那这个镜头呢，它重量呢是在接近700克啊，因为有3个版本啊，不管是 Sony、Canon 或尼控最重是737克，那 Sony 的话是接近700克哦。那我觉得以35 1.4 来说，我觉得这个重量算是标准重量稍微偏重一点点哦，因为蔡司这个系列的镜头啊都稍微偏重，但是呢也不像85就是1公斤左右。那我觉得在35这个重量呢上是还 OK 的。那它的口径呢是67mm，它的最短对焦距离是 0.3 公尺，它放大倍率呢是1:5.72。好，那这个镜头本身呢，就如同前面2颗镜头一样，它设计呢基本上相同的是非常有质感的金属设计，有荧光黄色的字样，然后配上蓝色的蔡司的 logo， 同样带有光圈环。那有一个部分我们在上次介绍50跟85的时候呢有讲错，它这个光圈环呢，它是可以一格一格的那个状态呢可以关掉了，你可以把镜头打开来，再在底下有一个螺丝哦，它原厂会附给你一个小小的工具，你可以把那个 click 呢给关掉，它是透过在镜头内侧的部分呢，还是可以把那个光圈环哦，就是段数的部分呢给取消掉，变成更为线性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主要是在录影上使用的话呢，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那这个镜头呢，我觉得规格上大致上就是这样子。那有一个特别要去提一下，就是上次我们有提到它在对焦的行程上面呢是非常长的哦。那35这个镜头呢也不例外，它的对焦行程呢来到275度，算是一个非常长的行程。那毕竟这是一个手动镜，那在手动镜操作的时候呢，对焦行程比较长，那可以让你更细致的去对准你所需要拍摄的区域。那我觉得在近距离拍摄的时候啊，这个镜头我觉得算是可以很精细的做调整。毕竟呢，它从 0.3 公尺到 0.5 公尺呢，你可以看我手转的那个距离哦，从这个地方我把拇指对准正上方，我转到 0.5， 大概已经到了斜下角这个地方，已经超过90度了。所以它在近距离的部分呢，它对焦行程其实真的是蛮长的哦。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拍摄一些桌上的东西，或拍摄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很仔细的去针对每一个区域去做对焦。那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镜头呢，呼吸效应呢非常的轻微。现在的镜头啊，很多都很依赖数位修正的部分，尤其在面对呼吸效应上面。可是如果今天你主要的工作是录影，而且你可能需要转接到不同的机身上面，那这个镜头呢，因为它本身就几乎没有什么呼吸效应，所以我认为它在录影上面的优势呢，其实是蛮大的。接下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在这一阵子使用上面的心得。那一如之前在使用50跟85的心得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呢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不是一个那么擅长使用手动对焦人一方面是有点老花了再一方面呢，因为我非常仰赖自动对焦，已经很习惯了，所以这一阵子在拍摄35我也必须说，虽然说35mm就我自己而言，我好像是一个很容易把它拿去做街拍的一个焦段，但毕竟呢，因为它是手动对焦镜头，那再加上它对焦行程很长，所以你真的要在街上非常及时的反应去做街拍，我认为是有一点点的困难的。以拍人像上，可能如果是比较偏定卡的话，我觉得还行。我们有拍摄玉涵，让玉涵站在那个地方，稍微给我一点点时间对焦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今天是连续性走动的话，我认为手动镜在这方面，除非你真的非常喜欢这个镜头，你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好好跟它培养感情，去训练你自己在操作它上面的一些手感，那我认为啦，就是手动对焦基本上是没有上限的。如果你今天你的反应速度极快的话，我相信对于那种老前辈那种在底片时代只有手动镜的人那对于他们在街拍上面是没问题的。但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很难会有机会花很大量的时间去尝试去使用手动对焦，所以我们在使用手动对焦的时候呢，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在街拍或者人像这种题材上面呢，我认为它反应上面呢，我觉得这是你需要去斟酌的。但如果今天你拍摄的感觉呢是比较偏向是你做一个比较静态的记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镜头呢，它的画质会完全让你感到极度的惊艳。我必须说，就是你拍摄一些很复杂，比如说庙宇或之类的场景它很多时候呢，在边角的细节，各个镜头可能表现上，在最边缘的地方呢，还是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这个镜头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你从左下看
看到右上所有的区域呢都非常非常锐利，甚至那个强度呢是我一拿回照片放到电脑里面一打开，我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说，哎呦，今天的照片看起来就是肉眼可及的锐利哦，这个是我觉得有机会你用过的话，应该可以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感觉，就是看起来它的对比度呢很让人感到惊艳哦。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它是手动对焦镜头，可能在街头拍摄没有那么大的吃香处，但如果今天你没有要即刻性的去针对一些跑动的东西去做拍摄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可玩性。那另外呢，就是在使用这个镜头拍摄的时候，如果今天你喜欢的风格呢，可能更像沃克·埃文斯。那如果你今天不知道沃克·埃文斯是谁的话呢，不用担心，我们接下来的读书会呢会介绍这位摄影师，他的拍摄风格是比较偏向于记录性质风格的街头摄影哦。那他也算是带起街头摄影这种风潮的一位摄影师。那如果今天你比较偏向是我要做城市上面的记录，一些巷口的记录，一些老建筑的记录。这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去了大园区，就是即将要拆除的航空城。那个地方呢，大部分的房子都已经钉板了，准备要进行就是撤离跟拆除。那如果今天你跟我一样，就是在某些地方你想要帮这个区域做一点记录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镜头呢，在拍摄这样子类型的题材就非常非常合适。一个是我觉得它的颜色表现当然很好，没有问题，可以很真实的还原你看到的样子。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它的细节的展现呢非常的好，所以你即便是使用一般全面幅的相机在拍摄，那它所能够展现出来的就是各种边角的细节跟那个当下场景光影的接调，我觉得都非常棒。所以我更认为呢，比起单纯在做一些比较快速的拍摄上，做这种非常纯记录、非常 documentary 那种感觉的东西，我认为它是非常非常的有它的价值所在。再来呢，我们来聊一下怎么样子的情况下会特别推荐这个镜头呢？首先是像刚刚提到的，包含题材上的部分。如果今天你比较偏静态的拍摄的话，我觉得这个镜头能够带给你的东西呢，非常的有趣。再来就是一样的，就因为它对焦性很长，如果你比较倾向是需要去针对很多画面中不同细节的地方去做对焦，因为光圈有1.4，即便是35mm 景深其实也是非常的浅。那如果你需要很细致的去针对某一根睫毛去做对焦的话呢，那这个镜头在拍摄上面呢也会非常方便。或者是你时常拍摄一些非常复杂的场景，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街拍的时候呢，其实虽然说现在相机的自动对焦性能非常的好，可是呢，很多时候如果你今天拍摄的情况是，很多时候你要跨过铁丝网啊，你今天会在复杂树里面拍摄一些细小的东西的时候，你更仰赖手动对焦进行拍摄。那么这个时候选择这个镜头，因为它的对焦性能够长，在操作上可能会比起自动对焦镜头更方便一些。或者是今天你的主要的拍摄的类型是偏向是动态的，而且你不太去使用自动对焦。如果今天是纯手动派的，或者是今天你在工作的时候呢，手动对焦录影居多的话，那同样的，因为它对焦性能够长，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画质表现真的非常的让人惊艳，所以我也认为呢，如果今天你是以手动在拍摄，尤其是在录影上面的话，那这个镜头呢也是值得去推荐的一个镜头。同时呢，因为它本身在抗耀光之类的性能也蛮好的，而且像之前在用50-8，我有稍微提到，就是我觉得它会有些蓝蓝的那些鬼影之类的东西呢，在这个镜头上反而更淡，已经对着大太阳去做耀光测试了。可是它出来的那个光斑呢，非常非常的淡哦，那个影响到画面的程度非常的轻微哦，我觉得算是非常漂亮的。我也觉得它在面对强光的时候拍摄，稍微那个光晕散开的感觉呢，而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所以无论你在做人像创作上，很喜欢拍摄一些逆光画面，而且你不是那么在意准焦这件事情的话，我也觉得他在拍摄人像上面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即便你今天不做任何调色啊，我觉得就算搭配Sony自己机身的一些调色的风格，不管是 FL 或 IN， 我觉得这个镜头它拍下来的整个质感是蛮好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简单附上几张直出的画面，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你直接使用一颗我觉得画质很好的镜头，配上一个简单机身调色，我觉得出来的影像就已经够好看了。所以对于我觉得懒得去做太复杂调色人来说，用这个镜头配上了可能机身简单的调色，我觉得依然能够达到蛮好的效果。以上呢，跟大家分享是在这个镜头我们使用的这段时间的一些简单的心得。那我自己在拍摄上，其实我拍了蛮多照片的。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使用这个镜头在拍摄的时候，我预设的目标呢，就不会是在街头快速的 snapshot， 我比较偏向是，我有一个明确要拍摄的主题，可能是庙宇，可能是市场。那我可以站在一个地方，我好好构图之后呢，慢慢转动我的对焦环去
对到一个适合的位置进行拍摄。又因为它的光圈够大，无论是在白天或在夜景拍摄，其实都能够发挥出很好的效果。到底要选择可能比如像 Sony 可能选择 35GM， 或者是选择这个镜头，这之间到底要怎么选择？我觉得有时候并不一定是说哪一个镜头比较好的问题，而是说怎么样子的镜头更符合你的拍摄习惯跟你的需求。如果今天自动对焦对你来说并不是那么大的重点，那这个镜头呢，我觉得在很多方面上绝对是可以考虑的。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今天自动对焦对你来说是必要的，比如说跟我一样，我会有很多活动类型的工作需要拍摄，在这种情况下，那手动对焦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所以还是要依照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适合你的镜头所以这个镜头我自己感觉啦，就整体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缺点。硬要说的话，可能就是价格还是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那个一如既往那是我的缺点不是这个镜头缺点。好，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镜头拍出来的画面，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资讯的话，可以在下方资讯栏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找一些实体的机会去玩玩看这个镜头，如同前面2个镜头在分享一样。我觉得这个镜头的魅力你还是必须要实际上在手上把玩一下。而且如果你有很喜欢那种很有质感镜头的话，那确实我觉得实体摸过的感觉呢，可能会跟你就是在网络上单纯看照片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好，我是道子，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